好，我们答应你。花花爽快应下。见状，夏星辰慌了，赶忙暗中传音。花花，这些远古种族的很多族人身上都被种下了印记，短时间内不可能全部抹除，带着他们逃脱。就算我们伪装了身形，但有印记在，我们也会被追踪的，根本就没办法全部带走。但花花却冲着夏星辰微微一笑，旋即抬手一挥，将墙壁上的所有修炼资源取下，丢在了小男孩的面前。不过你要先帮我们。没问题。远古小男孩向前踏出2步，又做了个深呼吸，随后嘴巴一张，大口的液体如水柱一般自口中喷涌而出，融入那修炼资源之中。倘若之前有怀疑，现在能够确定远古小男孩的话是真的，那绝不是口水，而是某种力量，伴随体量变多，甚至能够闻到类似花香的味道。很快，那些修炼资源也全部蜕变。花花立刻收起，分成2份，递给了楚风与夏星辰。我主修结界之术，这里的修炼资源帮不到我，你们2个分。花花道：我也不用。而夏星辰则是全部推给了楚风。前辈，这样不好吧？可楚风却有些不好意思，毕竟3人联手来到的这里，他自然不能独吞。这种修炼资源对于我这种境界帮助不是很大，但对你应该是有帮助的。夏星辰道。还不待楚风回答，那远古小男孩便催促起来：你们想怎么分？你们以后再说，现在快想办法带我们走吧，不然苍穹仙宗的人随时可能动手。小朋友，只能带你和你的家人走。花花道：什么意思？你是要反悔吗？小男孩察觉不对，面露不悦。不是反悔，而是你们族人那么多，怎么可能全部带走？况且你的很多族人体内被苍穹仙宗人种下了印记，将他们带走，我们也会被追踪。而这里可是有苍穹仙宗10方仙尊之一的秦汉武镇守于此，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所以只能带少部分人走，至少带你和你的家人是没问题的。人数少的话，就算有印记，我们也能帮忙抹除。花花说道。不行，必须全部族人都带走。远古小男孩道。不可能全部带走。花花道。既然做不到，为什么要答应？你也欺负我们弱小。远古小男孩怒色更浓，你这小鬼怎么听不懂人话？我不是说了。花花还想反驳，可楚风却将花花拉到身后，笑眯眯地看向小男孩，他与你开玩笑的，我们会带你的所有族人离开。楚风此话一出，花花与夏星辰都慌了，2人的暗中传音皆是映入楚风耳帘。在他们看来，这太冒险了，尤其是夏星辰清楚秦汉武的实力，那秦汉武可不是废物，若是没答应也就算了，但既然都答应了，还是要试一试。我倒是有一个计划，我们可以尝试一下。楚风也是暗中传音与花花交流起来。怎么样？听闻楚风的计划后，夏星辰看向花花，楚风的阵法倒是可以信赖，虽然也有风险，但是可以一试，你觉得呢？花花也看向夏星辰，碍于楚风到现在的实力有限，这个计划他们2个才是关键。我当然信赖楚风，那便有劳2位前辈了。楚风立刻将阵法布置图勾勒而出，而花花也是立刻开始布阵，还不知要如何称呼你呢。楚风看向远古小男孩，你先说，你叫什么？远古小男孩问道。楚风虽是伪装的面容，但还是告诉了小男孩真正的名字，你可以叫我星王。远古小男孩道。星王。听闻这个名字，花花和夏星辰皆是不由得笑了。笑什么？远古小男孩问。没事，就是觉得这个名字很有想法。夏星辰解释道。星王，你在族内的地位如何？楚风问。我于族内地位特别，我的话分量很重。小男孩道。也就是说，你能够与他们沟通，他们也会听你的话。楚风问。小男孩点头。那你去与你们族人暗中交流一下，告诉他们做好准备。随后楚风将他的计划告诉了小男孩。好。小男孩也是应下，旋即走了出去。我去跟着他。夏星辰并不信任远古小男孩，尽管是小男孩提出让楚风他们帮忙的，但毕竟这个远古种族被苍穹仙宗奴役了很久，夏星辰怕他们有诈，楚风也未阻拦。那2位走后，花花看向楚风。楚风，怪我了，前辈胡说什么呢？楚风不解。若不是我印象，你就不必这么为难了。其实这些修炼资源对你帮助也没多大吧？花花道。当然有了，这个修炼资源的数量可不小，我觉得让我突破1重境界应该没问题，倒是辛苦前辈了。此次来纯粹就是我了帮我。楚风道。哎，这是什么话？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这只能算是小小的偿还，毕竟我听说这种救命之恩除了以身相许都是很难还得清的。花花说这话的时候有些扭捏，但却面带微笑。听闻此话，楚风眉头微皱，赶忙说道。前辈，根本没有这种说法的，别听他们瞎扯。虽然我与前辈相识较短，但我们也是患难之交了，若是算得那么清，便不是朋友了。你说对吧？你说的有道理。楚风，你觉得那个小男孩怎么回事？他小小年纪在族内就有着如此地位，最主要的是他的能力未免太妖孽了。你觉得他是异变，还是他们族群本就拥有如此力量？花花问。前辈觉得呢？楚风问。我拿不准，但至少目前来看，他们不像表面那么简单。花花道。那小男孩的能力确实很强，远古种族也确实不容小觑，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还太少。那白发黑甲男对楚风的猜想给予肯定，那么远古种族之中拥有强大血脉、特殊能力便极其正常了，毕竟人家
在远古时期都是盘踞一方的强大存在，而当代的修武者在远古要么是弱者，要么甚至连血脉都没有。正常逻辑，远古种族强于当代才是正常的。这个小男孩已如此不简单，若他并非异变，而是他们种族本就蕴藏如此力量，那还真是有些危险。远古种族如此敌视我们将他们救了，会不会日后对我们造成威胁？花花道出了自己的担忧，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，既然现在是合作关系，就先履行承诺。楚风道，花花点头。过了一段时间后，夏星辰与小男孩也回来了。这个小朋友说的是真的，苍穹仙宗真的准备将他们杀死，但不是直接杀死，而是炼化。苍穹仙宗应该是觉得他们体内有一些特殊的力量，所以想看看能否再榨取他们最后的价值。炼化阵法已在准备，预计明日清晨就会准备妥当，这也是我们最后的时间。夏星辰说道，这个时间能将他们的印记全部去除吗？花花看向楚风，因为他已观察过那些人身上的印记是很难去除的一种，这件事他是做不到，就是不知道楚风能否有办法做到了。印记与血脉相连，去除难度较大，但是这个时间按照我们原计划进行倒是足够了。楚风说道。随后花花便按照楚风所说布置好了所有阵法，而远古种族也被远古小男孩通知进行配合，一切进行得极其顺利。伴随夏星辰催动阵法，磅礴的传送之力覆盖天地，亿万远古种族族人同时被传送到空间世界之内，而那空间世界虽可容纳亿万远古族人，但在夏星辰手中不过是一个球体罢了。但如此大的动静，自然也是引起了苍穹仙宗的注意。须以至宝催动的侦察阵法立刻催动，很快便锁定了夏星辰的身影，哪怕他隐藏的身影也被追踪到。只不过此时的夏星辰已是以极快的速度向外面飞掠而去。何人敢闯我苍穹仙宗领地？伴随一声怒喝，一道身影也是追着夏星辰而去。那位正是苍穹仙宗十方仙尊之一的秦汉武。在这位强者的追赶下，夏星辰也是彻底被锁定。此刻夏星辰的身上有着2道远古时期的符纸，一道符纸贴在背后，能够大大增加他的速度。纵使秦汉武战力能够达到真神巅峰，可在这符纸力量存在期间，夏星辰也能与其周旋。而另外一道符纸握在手中，但握着符纸的手中还握着一个时间沙漏，那沙漏从他救远古种族之时就已经在流动了。你是远古之人，是哪个种族？我苍穹仙宗应该与你并无过节吧？秦汉武追在夏星辰身后，并没有发动攻势，这有2个原因：一，夏星辰速度很快，他发动攻势也未必能够攻得到；二，他心有忌惮。夏星辰伪装面容，他自然不知这是夏星辰，而对方一露面就将远古种族全部救走，他便觉得对方也应该是远古种族。对方展现的速度丝毫不弱于他，这让他意识到这个远古种族来头不小。以他苍穹仙宗的实力，自然不愿轻易得罪强大的远古种族，所以这一路上他都没有发动攻势，反而是表现出想要谈判的架势。但夏星辰一直不理他，而是一边快速逃脱，一边盯着那沙漏，直到那沙漏结束，夏星辰才松了一口气。可秦汉武却是茫然了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你到底有何目的？秦汉武早就发现夏星辰一直在围着这个世界转，这不对劲，既然是要逃脱，要么逃向传送阵，要么直接冲出这个世界。干嘛一直在这个世界里兜圈子？夏星辰依旧没有回答，他在等待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秦汉武察觉到夏星辰身上的变化，夏星辰的速度略微开始减缓了，虽然影响不大，他依旧追赶不上，但的确在减缓。伴随速度减缓，一直在夏星辰身上的气息也随之减弱，这立刻让秦汉武明白了情况，也重拾了一定信心。原来你是用了宝物才有如此速度，放弃吧，有什么事我们可以谈，但若要逃，你是逃不掉的。他们身上留下了印记，无论你逃到哪里，我都能找到你，何况现在的你已是自身难保。秦汉武说道。是吗？就在此时，夏星辰虽仍在逃脱，但却回过头来，且面容变化，露出了真容。夏星辰看到夏星辰，秦汉武十分意外。据他所知，夏星辰的修为不过区3品真神嘛，就算有宝物，也不可能与他匹敌，怎么可能短时间内就增进到如此地步？秦汉武真是想不到，平日里凶巴巴的你，也有如此客气的一面。怎么，你是觉得我是远古种族之人，便害怕了，不敢得罪？原来你只会欺软怕硬啊！夏星辰讽刺地说道。叛徒，你的修为是怎么回事？你救这些远古种族的人，又有何目的？秦汉武说话间已是直接出手，磅礴的武力翻江倒海，以铺天盖地之势向夏星辰轰了过去。那个架势可没打算留活口，奈何夏星辰虽然速度减弱，但却依旧很快，这攻势自然是追赶不上夏星辰的。发现是我，便直接痛下杀手了。说你欺软怕硬，还真没冤枉你。秦汉武，回去告诉苍穹仙宗宗主，多派些人手来抓我，不然我夏星辰迟早有一日会重返苍穹仙宗，取走你们这些虚伪之徒的性命。话罢，夏星辰捏碎手中的符纸，一股传送之力将其包裹，便直接消失不见。哼，你以为你用传送阵法便逃得掉？见状，秦汉武立刻取出一道罗盘，那令牌能够锁定远古种族族人的位置。可当其催动法诀，顿时傻了眼，
他惊愕地发现，远古种族的印记虽然能够锁定，但已经开始变得模糊。之所以会模糊，是因为那些远古种族距离他的位置太远了，远古种族已经离开了这方世界。